各位，有一句话叫做法不责众啊，在中国呢出现了一种独特的运动方式，就是一群闲的没事的退休金拿的都很高的老头老太太聚到一块儿，在街上穿上统一的服装，打着旗帜在街上暴走啊，他们是锻炼身体。有人说在这个也有人在大街上暴爬啊，还有专门戴上手套爬的，是吧？情景蔚为壮观啊！这些人呢，可以说是仗着人多啊，法不责众，无法无天。这个暴走团呢，前一阵的时候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事儿，我的视频里也说过了，就是那个珠海的那个撞人案。体育中心2024年11月1号的时候呢，一个62岁的男子驾驶车辆冲入了珠海市体育中心全民健身广场健走步道，就是冲着那些暴走团无差别的绕场撞击，造成了38个人没了，47个人受伤这个事情呢，这个迅速的改变了中国司法史上判极刑的案例。12月27号公开审理宣判，2025年1月20号就已经执行了一共用了1个半月的时间，这是创了中国这个给吃颗花生米的速度的记录了。这个呀是非常严重的，这是自从2014年新疆的暴恐事件以来，中国大陆发生的伤亡情况最严重的袭击事件。时任珠海市市长、副市长兼公安局长被免职撤换，事发区的香洲区的区长、副区长也一并撤职。那个事情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为什么造成这么严重呢？就是因为这暴走团这些老年人凑到一块儿，那不就产生了火花了吗？老年人也有激情然后跟老公离婚完了以后，这老公要净身出户，对吧？就产生了这么大的一个事件。所以这暴走团一出事儿很容易就让中国的网友们关注上了。前2天的时候呢，辽宁也发生了一个暴走团的事件，也是极其令人发指。有粉丝呢就给我发这个要求说，浩哥，这个暴走团的事儿你得给我们追踪这帮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7月15号的那个辽宁朝阳我们先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吧。可以跟他们责任人说一下这个情况，就是人的素养问题。过后以后再碰见这样的事儿应该怎么做，可以进行教育。碰见救护车了，碰见警车了，我应该给他主动让行，这是人的一个素养问题。这事儿一出，中国网络又炸锅了。这群退休的老头老太太无法无天连救护车、救火车都敢拦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呢？老年暴走团占据道路的中央，遇到正在执勤的救护车与消防车，不仅不让，反而将其逼停。双方僵持了近2分钟，最终呢是以救护车靠边让行，暴走团列队通过告终。这事儿呢15号真实的发生在辽宁的朝阳，视频一经曝光，立刻引发了热议。今天呢，当地的工作人员确认，事发地点是景区内的道路。最近呢有大型活动，消防车和救护车是来备勤的。可是呢，暴走团的牵头人觉得备勤它不算是出任务，就不让道。这听着似乎是挺有道理的，但是这个说法能站得住脚吗？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地指出，特种车辆执行紧急任务是有优先通行权的。那如果不是出紧急任务，则不享有优先通行权。而是不是紧急任务这个判断，显然不是暴走团自己可以决定的。消防车和救护车前往大型活动现场执勤，本就是为了突发危机而待命，是承载着维护公共安全使命的。如果因为僵持延误救援，谁又能够承担得起生命的代价呢？法律或许需要明确紧急任务的界定标准，但是良知与文明从不应该被条文框死。
当地的派出所呢也是回应称该行为是素养问题，会联系负责人进行批评教育的。但是网友的质疑却并没有减少，这是素养问题吗？只是批评教育就够了吗？如果确认特殊车辆是在执行紧急任务，那么暴走团拒不避让，他们可能面临的就是警告或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能被处以拘留。网友之所以愤怒是因为这一看似只是阻挡道路的行为，背后是对他人生命的漠视。为生命让行应该成为深入人心的安全理念。文明社会既需要尊重老年人的健康需求，更需要捍卫规则底线，不能存在法不责众的心理。只有让规则长出牙齿，用公平托举善意，才能够让老有所乐与生命至上并行。前方着火了，前方人着河了，你能不给让路吗？那是不可能的事儿。我说你先别走，这么多人，我说你碰着谁？1分钟就过去了，我们100多人，你没有任务，我为了队员的安全，我肯定说队员先走，你别动。我说你就在这待1分钟，我说你别动了，我说你一动，我们后边100多人，这多安全。他说的我们在执行任务，后来我们出队队员说这僵持不下也不行，前面的队员就绕过车就走了。他们说我们是暴走团，这不就是一个徒步队吗？是给我们让文化，挡人家那个消防救援车了，故意的怎么着了？注意听，这是消防车的鸣笛声，人群依然没有让行。这是辽宁朝阳多人暴走团占据路中央，路与消防车和救护车不让行。工作人员回应，这属于个人素养问题，会联系负责人进行批评教育。网友直言，抓紧取消这些人的退休金。好家伙，哎呀，人家这个暴走团朋友们，暴走团那是觉得这个公园里就是他们的地盘他们怕过谁呀？别说公园里边了，在马路上人家怕过谁呀？好家伙，这一群老头老太太谁惹得起啊？不过呢，这有洒水车惹得起他们连洒水的车都敢硬杠，洒水车可不惯着他们愣是纹丝不动，果然是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结果哗的一声，冷水直接劈头盖脸浇下来，估摸着从头发烧到裤脚全湿透。更绝的是，这帮人被浇完还一个劲蹦跶，这是被浇清醒了。第一次觉得洒水车这么可爱，公路上正暴走的大爷大妈们，老远看见洒水车过来，愣是纹丝不动，果然是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结果哗的一声，冷水直接劈头盖脸浇下来，估摸着从头发烧到裤脚全湿透。更绝的是，这帮人被浇完还一个劲蹦跶，这是被浇清醒了。给洒水车师傅点赞越来这帮无法无天的暴走团呢就越来越不得人心了那么这个辽宁这帮暴走团他虽然说是在公园里边那个消防车只是去演习是不是出任务那也叫任务吧，特种车辆出任务就说明这帮老头老太太们也是违法了。不过呢，当地的这个派出所也没办法，是吧？法不责众嘛，你不能把这100多老头老太太都给抓起来他那个看守所里没那么多地儿是吧？所以这帮人很嚣张，但是嚣张归嚣张，这些网友可不惯着他们呀。正义的网友就到他们活动的那个地儿，就是公园里边，看见没？辽宁朝阳的公园里边。这白衣大爷正义的网友开骂了，他们只要是一活动就有网友跑过去开骂，结果呢，朝阳的大连河终于肃静了
这帮徒步的已经没有了，不再走了。感谢昨天的白衣大哥啊，给骂解散了。骂解散了，而且呢，场地里边警察在执勤，因为什么？因为当地的领导啊知道这帮人惹了众怒了，如果再发生珠海那种事件，那有网友开着一推土机进来了，那这个当地市长的帽子就没了。赶快吧！一看引起众怒了，派警察告诉他们啊，以后你不准再暴走了啊！爱暴走爱爬，你们家炕头上爬去。就是辽宁的暴走团被网友的愤怒给骂解散了。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